小编看到我们真的觉得很搞笑。小编看着我们在喝水，小编说咔咔咔花絮。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采访谷歌的新晋产品经理阿琳娜。阿琳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又见到大家了。好，今天呢，我们会详细讲阿琳娜的职业发展，也就是说她在斯坦福的2年之内是怎么样呀，成为一个谷歌产品经理的。好，那么首先讲一讲，那你在斯坦福的时候，你一去就决定了要做产品经理吗？对，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做完 startup， 对于产品这个 function 也比较了解，然后觉得很有意思，也想继续的在以后去当时也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因为去了 Stanford， 然后 Stanford 有一个大家都比较知道的这个风格，就是创业的这个氛围非常浓厚。当时也有想过说，要不是自己去做一些创业项目，或者加入一些团队，或者是说去现在已有的公司做产品，基本上是这样2条比较清晰的路径。那你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啊，首先是在香港做投资银行，然后呢到北京呢主要是做的是战略助理，然后可能做了一点点的产品经理的一个工作。那到这边来再做硅谷产品经理，中间你觉得这个差距大吗？有很大的一个差别需要去弥补吗？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 gap 的，然后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个 gap 其实是有那么大，然后在跟这边的产品经理去聊，然后求职的过程中慢慢的发现，有很多东西需要新的去学习，然后提升。那比如说，那你当时在简历的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写的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差别在这个地方，你怎么让别人相信，你是可以在这里做这件事情的呢？对，产品经理的这个求职其实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证明你曾经已经是一个 qualified 的产品经理了。在美国，他们更多的是要求你已经有产品的经验。虽然我当时有一小段的产品经验吧，但是和很多的已经是产品经理的朋友去竞争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少。你当时有1年吗？半年？没有，其实也就只有3个月的时间。那真的是很短，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就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还是一个跨行的一个事情。是一个，我当时算是一个实习，然后是 pre-MBA 的一个实习，是的，然后要这边去做一个求职全职的这个产品经理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然后当时我在那个回答关于这个写简历的这个事情啊，写简历其实是一门艺术。当然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写简历的经验啊。这边我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是之前是其他行业要转行进入产品的话，或者说其实也可以通用到其他各种转行的朋友啊，在写简历上面的一些技巧。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你需要把自己放到面试官或者说 hiring manager 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这样的一个 candidate 过来的话，什么样的 candidate 我是想要的？那肯定是这个 candidate 的 profile 越 fit 我现在求职的这个岗位越好。当然，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这个求职的一个招聘的启事啊，上面又要求你有非常非常多少年的工作经历，然后就被吓坏了，然后就说我就不愿意尝试。但其实你要相信，其实真正把所有的 criteria 都 meet 的人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是的，要不然为什么会有一些岗位就是常年开放，对吧？所以其实公司是有一点吓唬大家的这种感觉，说我想要找一个完美的人，但其实完美的人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公司怎么样雇不起，或者说他们可能已经并没有想跳槽或者什么的。所以其实首先不要被这个吓坏，但是呢，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exercise， 就是你去重新看一下这个公司的这个招聘启事，或各个类型公司他们在这个相似职位的一个招聘启事取一个并集吧，就是说这些是他们想要的这个 criteria 和这个 skill sets，把你之前工作经历里面相关的东西尽量的 highlight。highlight 的点有2部分，一个是说尽量把越新对吧越近的 experience 放在前面，越近越 relevant 的 experience 放在前面，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展开。然后另外一部分，因为你的简历以前篇幅有限嘛，你可能有很多 amazing 的 experience， 但是像我以前比如说在金融行业做了非常多年了，那我只能忍痛割爱，尽量的压缩一些其他行业的经历，就把5年的经历写成1行字，对吧？1行字有点夸张了，可能就是比如说占一个1/3的篇幅，然后我 startup 的经历啊，甚至是上学的一些 project 的经历，可以尽量的占其他的这个更大的篇幅。这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在学校里面，对不对？你是怎么来提高你的技术能力的？因为你是一个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纯金融背景的人，但是你在硅谷呢，怎么样？硅谷
球是一个世界技术中心，对，有很多科技公司。那么首先是你觉得你当时想不想提高技术能力？为什么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二，你是怎么提高你技术能力的？我在国内的时候做产品，其实并没有感觉到技术上面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必备的必备的背景。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他们之前并没有说是有技术背景，然后来到硅谷之后，发现这个相当于是怎么说啊，就是基本套餐了，大家必须都要有的，很重要。对，然后可能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这个可能门槛更高，对吧？希望你能够有更好的跟工程师互动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是想做产品经理的同学太多了，他们优先就会考虑说有技术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吧，因为这个 supply 大于 demand。这个我插入一下，就是公司，它很多公司。除了少数公司以外，大部分公司倒是没有强行说你一定要懂技术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有技术一定是加分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你因此呢，你就觉得说，哎，我要学点技术。而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在 Stanford 这样的一个环境吧，就是其实身在硅谷，我深刻的感觉到了技术改变各行各业的这个未来的前景。然后我就发现，哎，那我如果不懂技术的话，其实相当于说有可能会被社会相当于说 deprioritize 吧，未来就被 AI 取代了。就相当于说以后，一个比如说医疗行业，比如说教育行业，每一个行业它未来都是本行业产业加上技术的一个革新。那技术这块相当于说是一个universal 的一个 language 了，那就跟以前说你会不会用 Microsoft 一样，Microsoft Office 一样，那以后是技术，那技术这块就必须要学起来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怎么学的呢？这个其实很多同学都问过我啊，你是怎么学习技术的？我想说的话就是，首先大家不要被技术吓坏，就是技术跟学数学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大家从小数学都学过，对吧？然后可能也都是成绩不错，然后才会来到美国去留学啊，或者说关注硅谷的产品经理的工作。所以首先大家从心态上面来看，就不要被吓坏，就说这是完全可以学到的。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学校有一些编程的启蒙教育，我当时就觉得，哎，海龟画图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就开始有一点小小的编程经历。海龟画图，小学6年级我记得那个时候，哎呀，代沟。然后就开始接触了这个编程，觉得挺有意思的。虽然后来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吧，因为我可能还是觉得专门做技术可能没有办法利用我这个跟人打交道这一面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就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再去太多的深入的钻研它。但在本科的时候，我当时有学一门这个CS 101吧，这种就是刚入门的课程，然后所以还记得一点儿。等到了 Stanford 这边的话，发现，哎，如果要重新学起的话，其实有一些小基础，然后再加上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 quantitative 的人，逻辑思维上面还是比较 intuitive 的，就开始抱着一个好奇的心，哎，去学习怎么样去把自己变得更 technical 吧。是在那边选课吗？对，我们 Stanford 有很多这样的计算机的课程吧。其实也有一个笑话，就是 Stanford 所有的人都是 CS major， 或者说大部分人都是 CS major， 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 major 选择吧。但是 CS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选择，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很多种大课，然后200甚至还有上千人的这种大课，基本上就是大家都会去选，然后他们的这个课这么多年打磨的也非常好，我感觉我有点在推销我们学校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找到一些比较好的课程，然后跟你的同学一起去提高，甚至是跟本科生对吧，一起去提高，还挺有意思。因此呢，你在2年 MBA 的过程中读了 MBA， 同时还另外修了计算机专业的课程，是这样吗？对，当时修计算机的课程，因为我自己有读这个教育学的 dual degree， 所以计算机课程没法纳入学分。不过就是还是找到了一个办法能够 fit in 这个 curriculum。所以说你是2年过程中学了 MBA 加教育学的这2个专业的硕士，然后还学了斯坦福计算机系的课程。对。你睡觉吗？我这个人睡眠质量特别高，所以走哪儿睡哪儿，在车上都可以睡，所以随时不觉。佩服。好，那接下来呢，就说到就是你的这个面试的事情了。我们说完了这个简历，那面试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方面的一些经验？
说产品的面试对吧？其实一开始吧，不仅是产品经理的面试，当时刚来美国嘛，第一次找工作，第一次在美国找工作，还挺大 shock 的，发现原来在美国找工作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或者说其实还挺难的，相当难的呀。而且当时觉得自己至少是有一个很好的学校的这个 brand， 是的，应该会有帮助。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首先作为一个 career switcher 嘛，因为我当时没有在找自己老本行的工作，不管说找是产品经理还是任何其他的工作，都是一个转行。是的，所以就发现，大家会有更多的怀疑，对于你能不能胜任我们这个工作。你看，你主要是做投资银行家的，对吧？做这个行不行？没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产品更是了，产品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跳跃嘛。那产品本来也是比较 selective 的这种 process，那就会受到更多的这个问题，受到更多的这个问题。收到很多的拒信。对，收到了这个此生以来最多的拒信。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一开始。有没有过退缩，或者是觉得要不做产品经理了？当时没有特别多的质疑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时更多的想是说是不是要一步到位。因为做产品其实是你在多个维度进行一个调整啊。首先要调整 location， 从香港到美国，另外就是调整 functions，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当时我想说，要不要就是比如说去 tech 公司做一些 strategy 啊，或者做一些 corporate development 啊，就是跟之前的这个老本行有点像function 比较相似的这个岗位，但是没有太多的花精力去真正 hedge 自己的 risk 吧，就感觉我要 all in 产品经理，因为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对于这个 function， 我其实已经经过了比较长的思考，我觉得这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即使它转变比较大，难度比较大，我也还是继续这个 power through 吧。对，可以这么说嘛，就很多人现在看到你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觉得你在谷歌做产品经理，以为你这个过程是非常轻松的，其实并不是，对吧？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吧？是吃了很多的苦，然后才能够最后拿到这个 offer 的。不能说是要吃苦吧，就是受了很多的挫折，应该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从产品的这个面试的角度来说，有什么技巧跟大家分享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有章可循的，只是因为产品经理不是一个学校能学到的学科，对吧？所以很多的同学们可能并不知道怎么去准备，重点放在哪里，然后因此一开始去求职的时候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挫折，所以我可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的分享一下，如果你对产品经理这个career path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怎么开始去准备自己的经历，以及在面试准备的过程中可以做哪些的努力。太好了。OK， 那我们一开始可以先说一下，刚才我们说过了简历，对不对？那然后我们还可以说一下，就是像在硅谷这样的环境，或者在美国这样的环境，因为可能国内的产品经理的这个定义和这边可能也不太一样，我们就先看在美国这样的一个job market 来说的话，我可以稍微插入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个定义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在国内的这个经历比较简短啊，所以可能认识并没有特别深入。不过我就斗胆的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些自己的 hypothesis 吧。我觉得第一个说产品经理的这个角色不太一样，在硅谷至少我现在的感觉是它是一个比较 center 的角色，你是 drive 所有的 cross functional team 把一件事情做出来，而在国内的话，产品更多的是多环中间的一环，对吧？你可能更多的是画原型图，然后和你的技术去一些沟通，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战略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是，不管说是我们叫 general manager 来定呢，还是 CEO 来定，看不同公司大小不太一样。产品其实在战略决策上面做的这个扮演角色不太多。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在面试的过程中，这个产品设计怎么准备？刚刚大舅其实已经说了一下，就是产品设计是产品经理面试里面最核心的一个考核的这个题型啊，也可能也是很多同学一开始准备的时候发现特别困扰的一个一个题目，因为它特别 open-ended，非常 ambiguous， 对吧？然后你在任何其他的工作的准备过程中都没有遇到过的。什么样的题目呀？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怎么设计一个杯子啊，然后接着可能会说怎么给一个没有手的人设计杯子，对吧？可能有一些这种
你真的觉得非常开脑洞啊，真的是开脑洞的题型。这其实挺有代表性的。产品经理其实每天的工作就是一部分是开脑洞，一部分是收脑洞，对吧？先打开，然后想到不同的点子，然后把它们再 summarize，然后变成一个可以开发的一个产品。那在产品设计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可以参考的书籍大家可能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 Cracking the PM Interview 这一类的书籍挺有帮助的。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要自己和小伙伴们一起去 mock，然后去练习吧，怎么样去把这个题型说出来。当然这个题目其实回答有一定的套路其实很多网上都可以找到。比如说一开始你要说有什么 clarifying questions 呀，然后 define 一个 goal，然后找一些 users， 对吧？然后 user needs 是怎么样的，然后到 use case feature prioritization，然后 success metrics， 这个就是所谓的 framework， 对吧？框架。对，这个框架把握住了后，不断的 internalize 这个框架，通过不断的练习最后再到高阶就更多的是你怎么能说的与众不同。因为可能面试官每天听100个人，或者不是每天每年听100个人说同样的题目，对吧？可能都是一样的回答，那你怎么能够把你的回答让人家觉得眼前一亮？这个就需要更多的练习。你在学校怎么练习呢？在学校，我知道很多学校大家都是结成学习小组对吧？很多 consulting 的同学都是。对啊，咨询有一个俱乐部呀，他们互相练 case 呀。你们呢？我们非常的遗憾我们没有这样的学习小组。一部分因为我们学校的同学找工作不是特别的紧迫大家可能就是比较随心而动，对吧？到时候再说。然后我是准备的比较早的所以就自己跟自己练习。后来发现并不是最好的练习方式。等到我2年级的时候，发现了要跟同学们一起结伴的重要性吧。那个时候可能就找到了一些小伙伴一起练。一开始没有，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同学们找到一个学习小伙伴，然后这样可以督促你们保证这个学习进度。那大公司的面试和小公司的面试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大公司的面试更 structure， 然后它在网上公开的信息也更多，你会知道它一般考核哪一些的题型，然后每一轮的面试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形式多长时间他看中你的点是什么，比较 predictable 吧。然后小公司面试它比较五花八门，有的公司可能会让你做一些 work sample test， 比如说写个 PRD，还有的公司可能说你画一个什么 UI， 就其实不同的公司真的挺不一样的。然后你在准备他们面试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小公司要求跟大公司比的话只能说更高，因为他要求你每一个产品经理都能独当一面。在小公司的时候，他可能一个公司里面没有几个产品经理，然后他们又是特别核心的岗位吧，所以就对你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就考核的也比较深入，所以你需要做的准备就更多。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它招聘的这样一个对职位的描述上，对吧？他会说这个人有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那个，看上去非常的吓人。说谁有这么多、这么丰富、这么圆满、这么完美的一个工作的经验，很多人就不敢投。你怎么看？对，我刚刚也提到了一下，首先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很多的公司貌似好像给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其实能满足每一条标准的人真的很少。比如说我当时投谷歌的时候，谷歌有一条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本科是 CS degree， 对吧？可能很多同学也都是知道，就是自己没有 CS degree 不想投。但是大家好，我在这里，所以我会鼓励大家没有必要说一下子就被吓坏了，还可以努力尝试一下。很好的一个建议。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呢会继续访问我们的 Alina， 然后让她呢跟我们分享她的很多的怎么样呀生活感悟和她成功的经验。那怎么样呀？我们下次再见，千万不要错过下周的节目。拜拜。就是我刚提到了吗？没有提到。小编你好。小编你好，小编切一下。真的吗？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提到，你当时在录像时没有提到。天哪，我竟然忘记了。